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件事？在一个对外国食物挑剔到骨子里的国家，连咱们熟悉的中国菜都常碰壁。结果，一样小小的台湾美食，竟然像施了魔法一样，让那里的老老少少都排队疯抢，抢到连门都没开就得预定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说起来，这地方叫荷兰，你可能想到风车、郁金香，对吧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他们还有个世界第一，外出吃饭贵到离谱，而且口味还特别保守，最爱就那几样：面包配芝士，薯条配美乃滋，简直简单到让人怀疑他们的味蕾是不是退休了。所以啊，当2023年秋天，阿姆斯特丹街头突然冒出一辆写着台湾蛋饼的小餐车时，大部分荷兰人的反应都是台湾，那是什么鬼？跟泰国是亲戚吗？这种亚洲的奇怪东西肯定撑不过1个月。甚至有人直接嘲讽，中国菜都搞不定，这个台湾的能行？可怜的移民迟早要卷铺盖回家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餐车的主人是个30多岁的台湾姑娘，叫陈雅琪。她嫁到荷兰后，一直心心念念家乡味儿，于是鼓起勇气开了这辆小餐车。开业第1天，那叫一个惨淡，路人都是一脸困惑，带着台湾哪里的表情走过。雅琪心里不好受，但她没放弃，依旧认真地准备着。终于，一个年轻女孩被香味吸引过来，好奇地问这是啥。雅琪用流利的英文解释，这是台湾蛋饼，一种薄饼皮包着鸡蛋和各种配料的早餐。你可以选培根、芝士、玉米、鱿鱼。女孩一听价格才5欧元，惊了。要知道，这地儿一个三明治都要8欧元。她决定试试，点了个培根芝士蛋饼。雅琪递给她时，还给了双筷子。女孩看着筷子犯愁，我不太会用啊。旁边有人又开始酸，看吧，连餐具都不考虑客人，这店肯定黄。但雅琪微笑着说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手拿，或者我给你叉子。女孩选择了用手拿。当她咬下第1口时，眼睛瞬间瞪圆了。外面金黄酥脆，一咬嘎嘣响，里面的蛋又嫩又滑，培根和芝士的味道完美融合。最让她惊艳的是那种独特的口感，外脆内软，既有西式早餐的饱足感，又有前所未有的层次感。哦，我的天，她忍不住惊呼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她的反应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注意，真有这么好吃？一个大叔半信半疑地问。女孩一边吃一边猛点头。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而且这个组合培根和蛋我吃过，但包在这种饼里面口感完全不一样。大叔被说动了，也点了一份。当他吃到第1口时，表情从怀疑变成了惊喜。这个饼皮是怎么做的？为什么可以这么薄，但又这么有弹性？雅琪解释说，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蛋饼皮，需要特殊的制作技巧，面糊要调得恰到好处，煎的时候火候也很重要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在一个连中餐都不受欢迎的国家，台湾蛋饼竟然让这些挑剔的荷兰人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很快，餐车前开始排队了，每个吃过的人都会发出惊叹声。这在向来安静内敛的荷兰街头可不多见。这个味道怎么说呢？很新奇，但又很熟悉。一位中年女士说，有点像我们的煎饼，但又完全不同。一个年轻男生则喜欢可以自己选配料。但是，真正让荷兰人彻底疯狂的，还不只是蛋饼本身。当客人点餐时，雅琪会问要不要加酱料。大部分人都会好奇地问什么酱料。雅琪会拿出2个小瓶子，
这是台湾特制的酱油膏，甜甜鲜鲜的。这是辣椒酱，有点辣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当第一个尝鲜的荷兰人尝试了酱油膏之后，他的表情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。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料？甜的，鲜的，但是配在一起怎么这么好吃？要知道，荷兰人对调味料的认知基本停留在盐、胡椒和美乃滋。这种甜咸交织的复杂味道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味觉革命。一位荷兰美食部落客刚好路过被排队的人群吸引，他买了一份蛋饼，边吃边拍照，然后立刻在 Instagram 上发文，大发现阿姆斯特丹出现了来自台湾的神奇食物，脆皮嫩蛋，滋味配料，魔法酱汁，完美早餐，而且只要5欧元。这则贴文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获得了上千个赞，评论区炸开了锅。台湾那是哪里？管它是哪里，看起来超好吃。5欧元，在阿姆斯特丹，这简直是做慈善嘛！明天就去试试。第二天，餐车前的队伍排得更长了。雅琪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下午2点，直到饼皮用完了，才不得不收摊。歉意地对还在排队的客人说：“抱歉，今天卖完了。”什么？才下午2点就卖完了？一个没买到的男士失望地说：“我排了20分钟呢。”雅琪歉意地说：“明天请早点来，我会准备更多材料。”消息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酵，越来越多的荷兰人开始讨论这个来自台湾的神奇小吃。原来台湾不是泰国啊！听说台湾除了做芯片很厉害，原来食物也这么棒。那个酱汁真的太特别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。1周后，当地的电视台都来采访了。记者问雅琪：“你觉得为什么荷兰人会喜欢台湾蛋饼？”雅琪想了想说：“我觉得是因为蛋饼既有他们熟悉的元素，像是蛋、培根、芝士，但又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，而且它方便、便宜，可以客制化，很符合荷兰人实用主义的性格。”记者转向排队的人群：“你们为什么愿意排队买台湾蛋饼？”一个老太太说：“我72岁了，这辈子第一次吃到这么特别的早餐，外脆内软的口感太棒了。”一个上班族说：“5欧元就能吃饱，而且还这么好吃，哪里找得到？”一个学生则说：“我喜欢每天可以换不同的口味，昨天吃培根玉米，今天吃培根芝士，明天想试试看素食的。”最有趣的是一个荷兰大叔的评论：“我本来很讨厌亚洲食物，觉得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但这个台湾蛋饼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如果台湾食物都这么好吃，我想去台湾旅游了。”随着台湾蛋饼在阿姆斯特丹大红，陈雅琪的餐车前每天都排起长龙。但真正让荷兰人彻底爱上蛋饼的是那神奇的酱料。有一天，一位荷兰美食评论家汉斯·伯恩伯格特地来品尝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挑剔，曾经在专栏里写过“亚洲食物不适合欧洲人的胃”这种话。当雅琪把蛋饼递给他时，他先是仔细观察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。饼皮的酥脆度不错。他边嚼边说，蛋也煎得恰到好处。但是雅琪微笑着打断他：“先生，您还没试酱料呢。”汉斯半信半疑地沾了一点酱油膏。当酱料碰到舌尖的那一刻，他的表情从怀疑变成震惊，再从震惊变成狂喜。这是什么？他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为什么又甜又咸？为什么这么浓稠？为什么配蛋饼这么完美？”雅琪解释说，这是台湾特有的酱油膏，比一般酱油更浓稠，加了少许糖，所以有独特的甜咸平衡。汉斯立刻又沾了更多酱料，边吃边摇头，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。我写美食评论20年了，
从来没遇过这种味道。甜和咸不是应该互相冲突吗？为什么在这里却这么和谐？他当场就在手机上写了一篇评论，我要向所有读者道歉。我之前对亚洲食物的偏见是错误的，这个来自台湾的蛋饼，特别是那个酱料，完全颠覆了我对食物的认知。荷兰人，去排队吧，这是你们这辈子必须尝试的美食。这篇评论一发表，影响力惊人。第二天餐车前的队伍排到了2个街口外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能理解吗？一个小小的酱料竟然能让最挑剔的美食评论家都折服。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些荷兰人开始研究这个酱料，想要自己在家里做。我去了5家亚洲超市，都找不到这种酱油膏。一个家庭主妇在社区论坛里抱怨，我试着用普通酱油加糖，但完全不是那个味道。雅琪看到这些讨论，决定在餐车上贴了一个告示，酱油膏是从台湾进口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可以帮忙代购。结果来买酱油膏的人比买蛋饼的还多。随着生意越来越好，雅琪开始思考如何满足更多顾客。他发现很多上班族抱怨排队时间太长，于是推出了电话预订服务，早上打电话预订，下班前来取餐，不用排队。这个服务一推出就大受欢迎。有一天早上，一个荷兰爸爸带着2个小孩来买蛋饼。爸爸，这个比麦当劳好吃。小男孩兴奋地说，而且比麦当劳便宜。爸爸笑着回答，以后我们每周都来吃一次好不好？2个孩子欢呼起来。这一幕被旁边的路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配文说，当荷兰小孩选择台湾蛋饼而不是麦当劳，你就知道这个食物有多成功了。蛋饼的成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应。阿姆斯特丹的几家超市注意到了这股热潮，开始进口台湾的冷冻蛋饼皮。顾客一直在问有没有卖蛋饼皮。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说，我们决定试试看，从台湾进口第一批500包蛋饼皮，3天就卖光了，比黑色星期五还疯狂。紧接着，一些荷兰人开始在 YouTube 上发布如何在家做台湾蛋饼的影片。虽然大部分都做得不太成功，但这股 DIY 热潮显示了蛋饼在荷兰有多受欢迎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一些荷兰餐厅也开始在菜单上加入台式蛋饼，当然他们的版本都经过了在地化改良，比如加入荷兰烟熏香肠或高达芝士，这是文化融合。一位餐厅老板说，台湾给了我们灵感，我们用荷兰的方式来诠释。陈雅琪对这些改良版本持开放态度，食物就是要不断进化的，只要好吃，怎么改都可以。随着蛋饼热潮持续发酵，媒体开始深入报道这个现象。荷兰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个专题，标题是台湾蛋饼征服荷兰味蕾的东方美食。节目中，主持人亲自到陈雅琪的餐车体验，从面糊制作到煎制过程，全程记录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技巧很多。陈雅琪边示范边说，火候、翻面的时机、饼皮的厚薄，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口感。主持人试着自己做一个，结果饼皮破了，蛋也煎过头，看来没有想象中简单。他笑着说，节目播出后，更多荷兰人对台湾产生了兴趣。如果一个蛋饼都这么讲究，台湾一定还有更多美食等着我们发现。我查了一下，台湾被称为美食王国，有夜市、小吃，还有珍珠奶茶。我已经订了明年去台湾的机票。旅行社也注意到了这个趋势，一家专门做亚洲旅游的公司推出了台湾美食之旅，第一团20个名额，1周内就爆满了。以前荷兰人去亚洲主要是去泰国或日本，旅行社经理说，但现在询问台湾行程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提到想吃道地的蛋饼。
韩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，韩国 SBS 电视台特地派记者来采访，一个台湾小吃竟然能在保守的荷兰造成轰动，这真的很不可思议。韩国记者在报道中说，这证明了饮食文化的力量。台湾有一个蛋饼，就改变了整个国家对它的印象。韩国网友的反应也很有趣，台湾美食外交太强了，我们韩国也要学习。原来征服一个国家不需要 K-pop， 一个好吃的早餐就够了。看来我下次去欧洲也要去荷兰吃台湾蛋饼了。回到阿姆斯特丹，陈雅琪的成功故事激励了其他台湾移民。一位在荷兰生活了10年的台湾人说，以前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台湾人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台湾，但现在一说我是台湾人，荷兰人就会眼睛发亮，必问是做蛋饼的那个台湾吗？2024年圣诞节前夕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做了一个统计，陈雅琪的餐车在这1年内卖出了超过10万份蛋饼，成为全市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。市长在年终记者会上特别提到，一个台湾女性用她的手艺和热情丰富了我们城市的饮食文化，这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美丽。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好事物。陈雅琪也在年底接受采访时说，我只是想分享家乡的味道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回响。谢谢荷兰人的开放和接受，明年我计划引进更多台湾小吃，让大家认识更多元化的台湾美食。最后，让我们看看一些数据。阿姆斯特丹现在有5家餐车在卖台湾蛋饼，15家超市开始进口台湾食材。谷歌搜寻台湾早餐在荷兰的搜寻量增加了2000%。2024年前往台湾的荷兰游客比前一年增加了150%，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勇敢的台湾女性和她的小餐车。正如一位荷兰美食作家所说，台湾蛋饼不只是改变了我们的早餐选择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打开了我们的心胸，让我们愿意接受来自远方的美好。从半导体之岛到美食之岛，台湾在荷兰人心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，而这个改变只用了一个蛋饼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食物的力量，它能跨越语言的障碍，打破文化的隔阂，连接不同的心灵。让我们为所有在海外奋斗的台湾人鼓掌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，也期待全世界都能品尝到更多台湾美食的美好。台湾美食征服世界。